中国空军向俄罗斯购买苏35到底值不值？是绣花枕头烂草包，中看不中用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关于中国空军早期采购俄罗斯苏35战斗机一事，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即便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军迷朋友们对于解放军引进这款先进的常规战机也还是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苏35战机的引进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空军的战斗力，同时可以针对俄罗斯战机摸摸底，看看现阶段俄罗斯制造战斗机的水平。反对者则认为苏35的引进着实没有任何的必要，因为空军已经拥有了更先进的歼20隐形战斗机，在空战能力上则是完全领先苏35的，因此引进这种性能相比歼20落后许多的战斗机并无必要。就在最近，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傅前绍也在其节目透露，从2019年开始，中国空军的歼10C 战斗机在空军的金头盔比赛中连续3年击败歼16和苏35战机，获得了冠军。这在网络上引起了引进苏35不划算的呼声。那么我国斥巨资从俄罗斯手里购买的24架苏35战机真就不值得吗？虎哥认为主要是2种原因促成中方采购苏35战机，一个是技术原因，一个是政治原因。首先说说技术原因，中国上次引进苏霍伊战机还是苏30 MKK 那次，到2017年中国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具体的接触过俄罗斯最新型的常规战斗机苏35。那么买回来了解一下俄式最新技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到中国强大的仿制与研发能力，我们可以最大程度上吸收苏35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至于专家提及的歼10C 连续3年击败歼16和苏35，实际上一点也不稀奇，因为根据国内专家的分析，歼10C 的机头正面 RCS 也就是雷达反射截面仅仅相当于歼16和苏35的 3% 左右，所以不容易被这2种型号的战机雷达所探测到。加上歼10C 在空战演习中利用雷达反射面积小的优势，利用地面杂波的掩护进行超低空突防，避免陷入不利的超视距作战被打靶情况，让歼16和苏35空有超视距作战优势却无从发挥，最后被歼10C 近身突袭将其击落。不过这毕竟是演习，不包括体系。未来作战一定是体系作战，敌我双方都会有预警机等探测装备，这个时候歼10C 面对歼16和苏35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重要的是歼10C 航程远不如苏35、歼16这种重型战斗机，极速和雷达探测距离也不如，实战中很可能被这2种双发重战放风筝，耗光油料。至于载弹量和对地攻击能力就更是没法提了。中国引进苏35对于空军主要是起到补充重型战斗机数量和探究俄罗斯先进战斗机技术的作用。另外，苏35的引进对于后续研发改进歼16战斗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苏35装备的108机载战斗数据链和中国空军的数据链也是互联互通的，这意味着中国空军飞行员能够更好地熟悉苏35，能整合到体系中去。当然，苏35最能引起兴趣的主要的是火推一体和 AL41F1S 涡扇发动机，此款发动机的推力甚至优于歼20前几个批次的发动机。采用此款发动机的苏35，其机动性是目前中国空军非隐身战机里最强的，没有之一。因此这些先进的技术都是值得我国军工业去借鉴的。其次则是政治原因，苏35的购买合同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要拜美国人所赐，因为从201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把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在亚太针对中国打压遏制，在东欧则挑拨俄乌关系，造成美俄2国关系持续的紧张。因此中俄为了抵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遏制，2国开始抱团取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往密切。
不光在经济上需要一定的合作，在军事上也需要进一步加深合作。主要是近几年中国军工产业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先进武器。基本上除了几件俄罗斯不卖的传家宝，其他的武器我们也看不上。因此对俄罗斯军火的采购也在一路走低。这就导致俄罗斯内部有反对派人士质疑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只拿钱换取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搞单边贸易，不买能让俄罗斯赚大钱的军火武器了。但是平心而论，俄罗斯的产品也没有啥太值得中国买的。那么向俄罗斯购买一定数量较为先进又有实际需求的苏35，就可以把中俄军贸关系修复起来。而且我们给俄罗斯提供的订单可以让他们回血，毕竟美国那边的战略压力还需要他们分担一下。因此最后总结，虎哥认为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共同原因的推动下，中国向俄罗斯采购了苏35战斗机，这笔生意怎么看都是只赚不赔的。